俄军再度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与以往不同，此次袭击目标有些特殊。为对抗俄军攻势，乌克兰通过新动员法效仿俄军建立囚犯部队。波罗的海几个北约国家计划派兵入乌参战。波兰部署空中机队守护乌克兰领空安全。丹麦更是发起乌克兰融入欧洲国防工业的倡议，以最大限度帮助乌克兰防御。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自5月10日开始，俄军对哈尔科夫已经狂攻了数周，但依旧未取得大的突破。于是俄军开始规模性袭击乌克兰民用设施。据最新消息，5月26至27日，俄军再度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一共发射了14枚导弹、31架无人机以及数量不明的炮弹。其中在哈尔科夫，俄军袭击了该市区内的一家购物中心。据基辅邮报初步确定，最新受伤任务已经升至40人。俄军袭击所使用的武器是2枚航空炸弹。结合此前战区曝光的俄军苏34发射 UMPB D30SN 精确制导炸弹画面，火力军认为很可能是俄军因看不到战线突破的希望，所以试图通过投入新武器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等目标，来打破哈尔科夫的僵局。据战区分析，俄军 UMPB D30SN 炸弹设计要比 UMPK 滑翔炸弹更为精良。外形呢，也与美制 GBU-39 小直径炸弹有些相似。虽然尚不清楚具体参数，但这款炸弹的残骸早在2个多月前就被发现于乌克兰境内。通过观察 ，UMPB D30SN 因体积小巧，可以挂载在苏34战轰机的机翼下方。发射后，炸弹会弹开主翼，并通过惯性和卫星导航系统精准攻击目标。乌克兰官员先前曾表示 ，UMPK 滑翔炸弹几乎无法被击落。它作为 UMPK 的升级版本，其性能只会更好。而袭击乌克兰境内的商场，也是给乌克兰部队营造最大的防空和心理压力，让其摸不透下一次进攻的打击点，从而无法防御。目前仍有大量人员处于失踪状态，且俄军对哈尔科夫其余地带的打击也在继续。据乌克兰前线报道，袭击后很长一段时间，哈尔科夫地铁站里挤满了躲避俄军导弹和炸弹的人，且天空中至少有10架俄战略轰炸机在徘徊。仅仅这一天，俄军就轰炸了哈尔科夫4次，造成大量民用房屋被毁和人员受伤。哈尔科夫的情况并非个例，乌克兰其余城市也都存在相同情况。对此，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尔·丰特列斯发出了强烈抗议，称俄军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都将被追究责任。同时，他还呼吁欧洲需要紧急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至于哈尔科夫前线战况，虽然同样遭到了俄军空袭打击，但乌军仍牢牢守住了利普奇和特尔诺瓦地区的防线，击退了俄军10次进攻。在沃夫昌斯克地区，为了保卫这个小镇，俄军不仅在这里部署了5000名士兵，还试图对西沃尔斯基顿涅茨河和沃夫查河上的桥梁进行战略性的攻击。首先打击目标便是斯塔里萨尔蒂夫附近的西沃尔斯基顿涅茨河大坝桥，这座桥连接着乌军在哈尔科夫和沃夫昌斯克部队的补给线。不过该桥梁被俄军一枚装有250公斤高爆弹头的 Kh-38 导弹所击中，目前处于停业状态。此外，俄军还试图通过摧毁提赫附近的另一座桥梁来进一步隔离战场。只要打掉这座桥，就能阻止乌军沿边境的行动，保护沃夫昌斯克以东俄军的侧翼。幸好乌军发现了俄军阴谋，利用长达5公里的开阔田地和多款无人机，不但阻止了俄军在提赫附近发动的袭击行动，还成功的从侧翼包抄，夺回了沃夫恰北岸的部分阵地。针对俄军的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北约、欧盟均有所行动，同时也是近期最有效、直接的回应。首先是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的人海战术，其终于通过了新动员法，在动员新兵的同时，开始效仿俄军组建囚犯部队，让囚犯上前线换自由。乌军第一独立突击营军官德米特罗·萨夫琴科发布了一张自愿加入乌军的囚犯大合照。目前第一批50名罪犯已被允许加入乌克兰国防部。乌克兰征兵囚犯这一步是必然的，有利于组建之前提到的10个新旅。其次是东欧几个北约国家。据英国快报5月26日援引德媒消息称，如果俄军在乌东战线取得战略性突破，东欧几个北约成员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敞开了说，就是本月早些时候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的伦纳特梅里安全和外交政策会议期间，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议员对德国拒绝乌军使用欧美武器打击俄本土政策感到不满。
大致意思是，如果因欧美对乌克兰援助不足，导致俄军在乌东前线获得战略性突破，那么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将不会坐以待毙，不会等到俄军抵达国家边境才行动，而是将自行向乌克兰边境派遣军队。对此，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均表示担忧，因为届时北约将成为俄乌战争的参战方。目前，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采取了一些行动，如为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安全，防范俄军导弹的再次袭击，波兰已经部署空中机队、行动指挥部，积极监测局势，启动了一切必要程序来应对任何潜在威胁。波兰空军实力不容小觑，现役机种包括36架 F-16C， 库存包括用于训练的13架米格29以及12架苏22。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其空中能力，后续采购的机型，波兰还从美国订购了32架 F-35， 以及从韩国买的12架 FA-50GF 和36架 FA-50PL 战机。不出意外，波兰部署的空中机队战机将从以上飞机类型中选出。同时，波兰还提议在欧洲各战略要地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和战机，并整合多个北约国家的雷达和导弹防御网，从而帮助乌克兰免受俄军的侵害。不过，由于此提议涉及广泛，目前正在进行高级别讨论，需要确定相关细节和资源的调配。但不可否认，空中机队的部署和保护乌克兰领空的提议，均凸显了波兰的积极立场，以及与乌克兰一致对外的团结。此外，据美联社报道，波兰国防官员5月27日还提出了加强与白俄罗斯的东部边界的计划。据波兰政府表示，为了支持乌克兰抗俄，波兰已经成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敌对行动的新目标。其所采取的行动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攻击、舆论攻击、纵火等等，试图破坏波兰和欧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波兰正在考虑加强与白俄边界的防御。据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称，波兰计划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网络安全，以及在东部边境投资25亿美元开展东部盾牌计划。据悉，该计划已经开始。波兰国防部表示，东部盾牌具备一切现代化战争应有的封锁、防御、监视等能力，其还是与波罗的海3国联合建造的区域防御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共同守护北约东翼安全。与此同时，丹麦发起了乌克兰融入欧洲国防工业的倡议。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26日援引美国防大臣特罗尔斯·隆德·波尔森的话称，丹麦已经与7个欧盟成员国启动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要把乌克兰尽快纳入欧洲国防工业，从而让乌克兰在接触欧盟国防工业和国防创新计划的同时，加强7国在乌克兰维护设备的能力。这样，无论是防御俄军导弹，还是组织力量进攻，乌军等待的时间都将极大缩短。法国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行动，但针对俄军打击乌克兰购物中心的行为，马克龙总统发出了强烈警告。同时，他还强调称会坚定与乌克兰站在一边。可见，马克龙的派兵论以及不设上限援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有趣的是，在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军援和制裁中，美国行动应该是最快的。除了5月24日宣布的2.75亿美元的新军援，他还将俄罗斯一艘超级游艇进行了抵债。据悉，阿马迪亚号是一艘全长106米的豪华巨轮，属于受限制的俄罗斯寡头苏莱曼·克里莫夫，他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2022年5月，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几个月后，斐济执法部门就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没收了阿马迪亚号。美国经过这2年的努力，终于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了阿马迪亚号的所有权，其最终目标是出售该船，并将收益转移到乌克兰。据《华尔街日报》26日报道，在近期举行的美菲肩并肩2024军演中，美国和菲律宾的几支部队成功在吕宋海峡的3个小岛上进行了跳岛战术演习。报道指出，美军参与这次演练的部队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团，该团成立于2022年3月，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执行大国竞争战略全面改革成果的一部分。所演习的3个小岛分别是亚米岛、伊巴亚特岛和巴丹岛。从最近的菲律宾大岛搭乘黑鹰直升机到这3座小岛仅需花费1个半小时。菲律宾北吕宋军区也曾指出，吕宋海峡是调动部队以及获得战略优势的战略要地，也被认为是海空交通的咽喉点，因此掌握了这3座岛屿将拥有极大的主动权。在演习中，美海军陆战队员分批部署在不同岛屿沿岸，携带导弹和雷达，尽可能的快速移动，从而演习突发状态下快速机动、抢占登陆和不被发现的能力。美军第3陆战队滨海团指挥官黎汉表示，这样做能消耗敌人大量资源和时间，来搞清楚我们的目标是哪里。同时，据协助监督演习的美军中校艾德格表示，美海军陆战队员还前往3个小岛进行了实地勘察，评估了岛屿潜在作战状况。
如了解3个岛屿的水源和食物问题，了解各个港口状况，确认直升机是降落在田野或紧急着陆点。像亚米岛就没有 VRR 语音型的降落点。测量道路和桥梁，看看战时能运行哪些武器系统。艾德格表示，没有什么比海军陆战队员实际踏上那片土地进行观察更有效。据他们了解分析后认为，目前最缺的是能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运送作战人员和装备的船只。若是没有船，只依靠直升机运输，不仅显眼，易遭到打击，运输量也比船只小。据悉，若是真的到了战时，美海军陆战队的目标之一是在冲突的早期为其他部队赢得充足的时间。其作战任务是在前线使用传感器和小型无人机获得战斗地点等情报，并发射携带的导弹摧毁敌军船只，或将目标数据发送给美军和盟军的战机或船只进行攻击。而为达成这一作战效果，美军第3陆战团滨海团曾在夏威夷群岛集训，在加州进行模拟作战，并4度前往菲律宾。目前，他们正演练在保持隐蔽情况下进行通讯的策略，例如在电磁频谱中制造大量噪音来迷惑敌军，或引起敌军对不同编队的注意等等。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防23日宣布将追加采购2艘新一代星座级导弹巡防舰，这也是美国自2020年宣布采购该级舰至今执行的第5、第6艘舰艇，舷号分别是 FFG66、FFG67， 总价值约 10.44 亿美元，由芬坎特里集团旗下的马里涅特造船厂制造。可见，在如今美海军滨海战斗舰效能不如预期、逐步退役的情形下，星座级并未受预算删减和进度延迟的影响，依旧是未来替代派里级扛大旗的舰艇，预计在2030年4月交舰，届时将补足美军正规舰队的海上战力缺口。据中标单位芬坎特里集团表示，星座级以意大利与法国共同研发的欧洲通用巡防舰为基础，加速研发速度与降低成本，满载排水量达7200吨，可以安装功能更全面的 SPY-6-3 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系统，从而担任防空、反水面、反潜与巡航任务。1号舰星座号已于2022年开工，预计2026年交舰。截至目前为止，美军已下单6艘该巡防舰，前5艘已经都有名字，其中5号舰据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宣布，5号舰被命名为汉密尔顿号，以致敬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也是海岸巡防队的创始人汉密尔顿。6号尚待美军定夺。总之，星座级巡防舰将是美国海军新一代的主力水面舰，其高机敏、多用途的作战特性将在远洋、近岸海域发挥前线支援的火力优势。据报道，近日瑞典公司宣布与莱茵金属公司达成购置协议，协议包括交付48辆拥有受保护驾驶室的全地形 HX 驾驶室底盘，总价值接近7100万欧元。这些来自莱茵金属 MAN 军用车辆是为了运输瑞典武装部队的弓箭手火炮系统。车辆在今年第3季度开始交付，计划在2027年年底完成交付。这个合同里包括了额外的维护和支持服务，确保最佳的长期材料管理。HX 车辆专门设计，用于满足现代火炮的严格要求，能够承受155毫米榴弹炮发射产生的冲击波，让车辆在复杂地形中具有高机动性。除了这些，莱茵金属的集成装甲舱还为机组人员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让它在高风险区域部署的时候具有关键性的优势。这次 Archer 系统首次集成到 HX 系列卡车上，反映出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莱茵金属解决方案的适应性。据相关报道，近日 MBDA 宣布与联合军备合作组织签署合同。这个合同的主要内容，通过升级 CAMM-1R 导弹来增强意大利防空系统的能力。这次升级的核心是开发一个新的火控单元，这个单元又叫 MBDA 射击，能够提高 Grifo 系统的指挥和控制能力。这项创新对意大利陆军很有利，一旦装备完成，能够很好地提高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Grifo 防御系统利用 CAMM-1R， 这是 CAMM 系列新一代的远程导弹，由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开发，用于地面和海军防空。CAMM-1R 配备了最先进的主动导引头，
和由 Avio 设计的新发动机去年成功通过了认证，很快将会取代意大利空军的 SPADA 系统和意大利陆军的 Skygrud 系统。此外 CMM-ER 还被纳入信天翁 NG 中，这是一种下一代海军防空系统，已经在国外销售，用于增强海军舰队的防空能力。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强 MBDA 在意大利的工业能力，特别是在那不勒斯附近巴科利的福萨罗基地。此前 CMM-ER 和 Aster 导弹的合同突出了这一点，这将支持 MBDA 在意大利的技术和工业增长，巩固了它在国防领域的领导地位。 Grifo 系统是为了通过扩大其射程来增强意大利陆军的短程防空能力，它使用 CMM-ER 导弹，该导弹是更广泛的通用防空模块化导弹系列的一部分。这款系统以它能够垂直发射360度防空盖而闻名。立陶宛原无 AMBER-1800 雷达系统，可跟踪巡航导弹。立陶宛也加入了德国领导的防空联盟，原无6套 AMBER-1800 雷达系统。AMBER-1800 由 Artemis Tech 开发，整套系统由2辆车组成。第一辆车是装有主要电子设备的驾驶室，第二辆车是配备调频系统的车辆平台，承载整个天线桅杆组件、自动部署系统以及2台发电机等等。AMBER-1800 最大的特点就是那2排天线，每排12个圆形模块，主打一个张扬。现场安装之后， AMBER-1800 在12分钟内就可以展开或者包装，并且可以在高达每秒35米的风力条件与高达10毫米的结冰条件下运行，性能也是1等1的好。 AMBER-1800 的主要功能就是自动检测空中目标并确定其坐标，比如方位角和距离，甚至可以自动跟踪指定空域的目标，并显示视频、绘图和轨迹，之后通过数据链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用户。对于高度为1万米的目标，探测范围可以达到400公里。随着俄罗斯加剧对乌本土袭击，乌克兰本土的防空系统成了一个大问题，北约正在努力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根据相关报道，近日，美国陆军和科技公司伊皮鲁斯合作，在内华达州沙漠中进行了测试尖端的利奥尔尼达斯防空系统。根据伊皮鲁斯的声明，在测试期间，利奥尼达斯使用静音高功率微波设备，成功击落了6个无人机系统，展示了该定向微波的强大实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北约和欧盟帮助乌克兰抗俄的措施还有哪些要补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